道道全傲娇的香菜，下节更精彩。道道全傲娇的香菜，现在继续。这里是由道道全冠名播出的傲娇的香菜，油酸高达75%，道道全高油酸菜籽油。放牌是一种已经消失的职业，但米爱国时常会想起过去作为放牌人的日子。放牌他的体力活都蛮重，从这边到藏德45天或者是2个月。1000多年前，来自原始密林的巨大木材在湘西这条江上集合，由一群独特的人将它们编成木牌送往洞庭。我在牌上呢，就是举饭点，打鱼打肉。他一剁肉，比如我到剁的肉，他就是切一片，大概过到片点炒起。同样的时期，铁锅从贵族生活进入百姓日常，酝酿了中华美食最重要的变革——炒出现了。千年间，在广阔的湖湘大地上，炒的技法争奇斗艳，门派林立，成为热辣江湖。各式绝技在锅与铲之间上演，叮当碰撞，滋滋作响，奏响美食之歌。在铲的统一指挥下，食用油包裹着各种食材，在铁锅舞台上热烈翻滚。这种以小锅、小灶、小食材热油爆炒，保持菜品原汁原味的方法，就是湘菜得以名满天下的成名技——小炒。衡东，鱼米之乡，土菜名县之一。在这座丰饶的小城中，人们用产自本地的食材，做出颇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廖立波，一个农家乐的厨师长，他正在为一场特殊的宴请做准备。到这里也直接下炕，木下炕扁不扁？一扁的话，到这里一点不麻香。这个后发开出来就好看了。那是讲点普通话去吧。这是我的老王哈，年轻摇摆。这是我个大厨，靠谱出现。回去嘛啊，那火麻式的在后堂，那是哪个师兄？那不是甘蔗市的。3年前，已经在这家菜馆做了10几年厨师的廖立波决定离开，在南岳开一家自己的店。然而，仅仅半年，意外降临。我就想呢，自己先也去到外面去试一下，运气不好，遇到这个疫情这些情况。因为受到疫情嘛，我一个电话喊他回，他马上就带领他的班子回来了。周围依旧是熟悉的村庄和人，二人在艰难中互相扶持。在他们看来，菜馆火红的生意离不开村民们的帮助，因此每个节日，他们都会以美食宴请留守老人，回馈村民。作为衡东土菜的代表，自然少不了衡东脆肚的身影。新鲜的猪肚只取最脆的肚尖部分，沿猪肚的垂直纹路切成小段，用刀工让其口感更好。这也是衡东脆肚的秘密所在。衡东土菜有3宝：调味米酒、黄贡椒，掌菜讲究茶油烧。本地特产黄贡椒，辣中带甜，让小炒鲜得层次丰富。100年的油茶林则赋予了这碗小炒一股独特的清香。茶油的烟点是230摄氏度，拥有比其他食用油高出60摄氏度的温度区间，使其成为爆炒的最优选择。在激发食材香味的同时，也让自身的营养物质不被破坏，得以保留。脆肚不经任何熟加工，直接入锅，时间以秒计，这被称为生炒。如果说新鲜是衡东人在食材上的傲娇，
那么生炒则是锁鲜的法门，让平常食材也能散发人间至味。衡东小炒有3宝：米酒、黄贡椒和山茶油。高达200多度的油温，快速锁住食材鲜嫩。猛火爆炒下，多重营养元及茶油特有的清香，让衡东脆肚1000年盛名。东方山茶油，东方人自豪的高端食用油。还有呢，还有呢。一番忙碌后，廖立波做的美食端上了留守老人的中秋宴。老板，开心。于他们，这是秋收时节的美食飨宴，也是回馈家乡的情谊升华。这是春节节的，这份呢准备点月饼去。老爸客气。好，谢谢。来，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啊！大家一起，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好，谢谢，新年快乐啊！一个人去看的，主要是给他没得么很大个生活的，人都在给他迎接传统啊喜气的，屋里人啊都还要新人家，各方面个压力大些。自己的话，想想的便便方的把自己块杆子做好。下次喊你我有好多的子，好多大锅，那些局长一起。所以压力就好点个先生了。廖立波的餐饮梦贯穿于学厨后的14年，经历波折，如今重新起航。朱金波是伙伴，也是伯乐。廖立波相信，有伙伴的助力，他能跑得更快、更远。凉爽的早晨，太阳刚升起的早晨，可爱的乡村的早晨。一只白色眼穿的小鸟站在低矮的房子的黑瓦上，像在想着什么似的。看着彩云遍布的高空，秋天了。与生炒截然相反，将原料进行预先成熟处理，再入油锅翻炒，这便是熟炒。在湘菜熟炒中，除了如发丝百叶这般的精烹细作，也有大江东去的豪迈传奇。他的书写者是放牌人。好，我们就喝点白帮菜。好，试试。来。继续。等等。媳妇，热不热？要回去走。啊，不错。到潮州待了10几年，养过猪啊，喂过鸭子啊，开过饭店啊。就做红酱水爆鸭不，19年回来过春节，因为疫情原因不，然后就回不去了，就不想回去了。曾在长沙开餐馆的廖铁成，将目光投向了家乡。因为我爷爷他们那一辈人是放过牌的，从小我在河边长大，我觉得红酱这个白帮应该是有文化的。洪江古商城，一界原污二水，在此交汇而兴盛繁荣。上游的木材顺流而下，汇集于此。排工们将其编成小排，再扎成大排，通过水路运往其他地方。排工常年生活于水上，在一日3餐中形成了独特的排帮菜。
直到上世纪末，这些浩浩荡荡的木牌，连同他们带来的生活方式，才逐渐在历史的浪潮中淡去。放牌的生活已经远去，但是有一种口味却被留了下来——牌帮菜。为了复原牌帮菜，廖铁成向曾经的放牌人请教。老米啊，今天我有朋友帮我发了个菜谱，写些么转拐子肉。那你看下是么叫的？看那。我们来看一下了，这个呀，看一下。哦，这么就是我们那个放拜的那个叫做肺果肉啊，它还没有我们那个排骨肉切的那个大片呢。它一剁肉比我它剁的肉，它就是切一片，大概过大片点，炒起，它就恰就力气大的嘛，也就是力气大。猪五花先经沸水焯至7成熟，再进行炒制，这种方式被称为回锅。在廖铁成心里，肉片要超于常规大小，才更适合江上粗野的生活。1指宽的大肉片炒至出油，再加调料翻炒。随后出锅，肥硕的五花肉透着一种真切踏实的满足。今天喊你上来做个菜，那是跟你说的，听你讲的一道菜。这个味道啊，和那我们放拜的味道呢还差起点去。主要是哪方面呢？主要是你这个辣椒没对，辣椒没对啊？因为排骨了，因为那个酸辣椒。哦，我放的新鲜辣椒。你的酸辣椒啥子？它一个减放，再个它味重，这个菜你如果是盐没重，没做酸辣椒的话，那个菜啊，比方我早上炒的，你下午就收过来，你听起来。放酸辣子要放多点去，多点啊。廖铁成不怕失败，在他看来，每一次尝试都能更接近祖辈的生活秘密。将紫红辣椒清洗干净，晒干水分，加入盐、冰糖和其他香料，密封存储。乳酸菌的堆积激发了辣椒的风味变化，这是一个从辛辣刺激到酸爽鲜醇的缓慢过渡。老米，搞定了。明天我重新做个这个五花肉，我准备用那个暗辣椒炒这个五花肉，重新做一次。你有空吧？来上一下。明天啊，那就明天下午晚上吃下饭，好吧？可以。可以啊，好的，那就明天见啊。明天见。好。拜手，谢谢你点灯。一边喝酒一边唱歌，真的爽，方圆舒服。天是蓝蓝的一片天，沉浸在满天的星光下，做梦的少年。不知道天多高，不知道海多远。星星点灯就我就好比那个星星之火一样，可以燎原，我这种感觉，是吧？这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心情不好的时候，看看天了，宽广些了，是吧？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喜欢折腾，还有就是想留下故事的人。我的目标的话，应该是挖掘洪江文化。如果说留下故事的话，它间接的就能带动洪江过程的发展了，是吧？做点贡献吧，做点贡献吧。别人说以后的话，想到这个牌坊文化，就能想到王老廖就可以了，就够了。3天后，
腌辣椒出坛，酸中带甜，甜中带辣。与荤菜同时烹饪，能去腥解腻。适当的盐分使它成为可以长久存储的最佳配菜。凭着一股轴劲儿，廖铁成用最地道的腌辣椒为这道菜赋予了灵魂。来，猜哪个？哇，那边试一下。这一片就大了。看下好巧嘛。可以吗？这味道，正宗白骨头的味道。一样。来试啊，你试啊。我就是想把这个菜帮我取好名字，我觉得这个名字好经典。我们现在在打造这个败帮问法，也是我们败帮菜的这个转正人，是吧？这个酸辣子也是自然物理周期点，这个肉也是我们自然春泥点。要么我们就叫败帮酸辣肉，可以吧？可以，可以，好，可以吧？那就把它盯上半天，就喊败帮酸辣肉，以后这个菜系，好吧？好。我觉得菜可以。河边哎，大姨那个王爷没在呀，河边哎，夕阳上，唱子呀好，山歌哎。在廖铁成看来，一道菜承载着一座城的历史与风情。他借助牌帮文化再次出发，也把推广家乡文化当成自己的使命。张麻豆大路口，历经创伤见依旧。张麻豆，好麻豆，走走背背果未朽。君有故事，我有老酒，且将不看卷风流。人生百年，发挥余冲，风霜雨雪，从路不惊。百年钢针，绕子肉。嘿，大哥听不见。嘿，小心点啊！哦，慢点啊！无论生炒还是熟炒，旺火速成是绝技。但对有些顽固的食材，就需要另一派的武林秘籍了。在怀化有一种更为原始的烧菜方式，它用更长的炒制时间、更复杂的步骤、更丰富融合的技术，成就了另一种美味。在麻阳兰里镇，有2000多年历史的苗家美食麻阳鹅，是招待贵客的最高礼仪。此刻，鹅馆老板满义军正在为今晚的宴请挑选食材。我们一般挑鹅呢，喂养的有7、8个月的，不要肥壮的，挑起来才好吃，入住才紧实嘛，吃起来才有口感。模拟一下，看好不好？这是什么？特色台。满义军为自家鹅馆建了一座新楼房，此刻他正在设计装修图纸。这个我们以前那个老房子呢，那个环境不怎么好，你
口碑做得再好，环境不好，现在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必须与时俱进。你以后吃饭就坐在这里啊，行不行？你这随便画的，我真不知道你要让我画什么。说我不会画，我才叫你来帮忙。然而，没有丝毫设计经验的他，只能请来朋友帮忙。哦，准备弄了，准备要起草了，起草了。哦。他打算亲自炒一只鹅，以表诚意。炒鹅是个大工程，不易成熟的头、翅膀、腿和爪子，先爆炒至半熟，再加入其他部位一起翻炒，鹅肉中的水分被逼出，变得干香而富韧性。粗粝质感的鹅肉，块头巨大，光凭炒无法完全入味，需要搭配组合拳、焖。焖至20分钟，味道进入，大火收汁。倒入成块的鹅血焖熟，最后佐以辣椒段出锅。透视，掐菜，兄弟。啊，在经历了爆、炒、焖等多种手段的调理之后，鹅肉外焦里嫩，香辣爽口。整个过程需要40分钟。我烧了9多年的枪，其实碰了这下，主要给我别个吃的吃的辣，你的我连味道都没这个，是吧？打到我桥越掐越小掐，听得到？他那个背包落的。吃饱喝足，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满意军迫不及待地分享自己的设计思路。阿哥个没mand的，人家阿哥是哪？现在花了快10了。我是我，换我跟到，我是我。哦，主要是要有棱角这种台这个风格，冇子太现代化，冇子太装修了太繁华，这样大方看着舒服就行。就主要是体现俺们5个原色，主要是体现俺道菜的原色，是吧？都要能够体现出来。我就是把每个包厢里头都要有俺的图片。他人鱼稍微多留点，没是边要黑。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手艺，如今也传到了弟弟的手上。他们期待着新鹅馆开张后，一起上阵经营。一口大锅，一把锅铲，握在手里皆是乐器。满意军一家以鹅为音符，演奏着幸福生活的奏鸣曲。望望那么，他等吃饱了饭，昂胸透透的在院子里逗方步，看夜景，似乎更加神气活现。但我觉得呢，吃它的肉呢，比吃它的蛋更好吃。湖湘的炒菜江湖，门派林立，各有高招。湘野派有其魅力，技术流也当仁不让。有一种更为复杂、要求更高的炒法，是每一位湘菜厨师水准的终极考验。这就是溜炒，它主要用于质地嫩腻的动物原料，成菜之后不仅透味，还呈现出了极高的审美性。陈先生，哎，师傅，正好他们要来修那个五彩玉石。哦，好的。
那师傅他们自己带鱼还是我们准备鱼啊？他们带鱼的，他们带鱼，你只要把家里其他的东西准备好就得了。湘菜大师杨龙，他的小徒弟正在准备一场厨艺比赛。师傅，哎，师傅看搞到鱼了吧？可以。他准备拿市面上已经很难见到的五彩溜鱼丝来参赛。这个菜的一道呢就是靠支撑啊，或者比赛啊，这都会作为一个指定菜，你必须要完成的。它有评分的标准和格式。你像这个菜，你想拿到很高的分，可以看得出你练了好多次，你就光凭师傅搞，你不练，你谁你何时搞，你也搞不好，你也不可能拿到高分。所谓五彩，是指5种颜色的食材，厨师要把它们处理成粗细均等的细丝。切好之后，还要对鱼肉做进一步处理，上浆。就是它切成丝之后啊，它受热啊，对于原材料本身的这个东西的破坏是很大的。所以说你必须要提前跟它有2层的保护到这个鱼是鲜嫩啊的这种口感。还有这个切是吧？溜炒的独特之处在于芡汁溜制，芡汁均匀地附在食材表面，能使食材味道均匀，也能保护鱼肉的形，留住鱼的鲜。透明的光泽也让菜肴看起来鲜明艳丽，步步有讲究，处处见功夫。对，要明油两芡，嘛，这是芡上面看头要有光泽，然后呢周围要不显直，就是看似易的，但是实际上做起来还是比较难的，是吧？有时候你从师傅那里能够把他们的所对于这些技艺啊能够传承到我身上，你不可能在你手上动大吧，对不对？我就觉得这些是一个很遗憾，或者是讲是一个最不应该的事情。所以说你必须把这个东西要延续下去。杨龙把研究湘菜所获的理念传授给年轻厨师，对他而言，这是对做菜的热爱，更是对湘菜文化传承的使命。廖铁成一边钻研丰富自己的排帮菜单，一边用自媒体宣传排帮文化。这是我做的第一个排帮菜。满意君一家期待2个月后炒鹅馆重新开张，一家人为了未来集体上阵。廖立波依旧在后厨忙碌，坚持着心头的梦想。湖湘人把每一处土地都当成泼洒热情的舞台，用情怀和信念为指引，奏出美好的生活乐章。无论在农家小院、街头小馆，还是星级酒家，只要有一锅一铲，我们就对未来充满期待。油酸高达75%，道道全高油酸菜籽油。道道全提醒您下期看点：海鲜曾是中国人味蕾上的荒原，如今它在美食界地位超群，几乎所向无敌。